这两个画面可以猜一下哪个是 4K， 哪个是 1080p。两个画面其实都是 4K。那左边这个画面叫真 4K，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原生 4K， 右边这个画面也叫 4K， 也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抖 4K。分辨率的差距其实也不是特别大，最大的差距主要还是对比度。 0.47 DLP 芯片的顶级水平也只有1500:1左右，在动态算法的加持下也只能达到3000:1，只有 LCOS 技术的对比度可以做到几万甚至是无限比1。当然价格也千差万别，抖 4K 的投影通常只要6000元起步，而原生 4K 投影一般都要3万元起步。我们最常见的产品通常都使用 0.47 的 DMD 芯片，原生分辨率都为 1080p， 实际上大概只有207万个像素。通过像素位移抖动4次达到830万。即使你现在换到 0.65 芯片的产品，那么对不起，它依旧是原生 1080p 抖4。在投影仪中，真正的原生 4K 分辨率指的应该是4096×2160，也叫做 DCI 标准的影院 4K， 大概有884万个像素，主要适用于17:9和2.35:1的幕布。而索尼新一代的 XW 系列的投影采用的都是3840×2160的分辨率，这也被称为 UHD 4K 分辨率，大约有830万个像素。这和我们家用的抖 4K 产品的像素数量是一样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大部分人家里使用的都是传统的16:9幕布，4096×2160两侧多出的分辨率是浪费掉的。与此同时，浪费的还有这块区域的亮度，虽然不多，但也有7%左右。很多人光追求4096的分辨率，却忽略了这点。细心的应该会发现，索尼新款的 XW 系列的包装箱上直接都没有印刷 4K 的 logo 了。大家评价索尼狠起来连自己都黑，那我反而认为各家宣传 4K 都烂大街了，就像对比度一样，跟风虚标也不是大厂该有的作为。不夸张的说， XW5000 的实际成像清晰度可以横扫同价位的所有投影，包括 8K 机和自己的上一代旗舰。我的评价，索尼狠起来连自己都打。亮度方面，我们使用电影胶片2，白色画面的亮度为188尼特，白色画面亮度天梯榜排名第12名。我们直接对比亮度排名更高的昆比旗舰，整体画面看的不光是白色亮度，最重要的还是色彩亮度。这也是为什么我从不推荐通过厂家宣传的亮度评判产品整体画面的亮度高低。索尼因为是3面式反射面板，所以也可以做到更均衡的颜色亮度，在颜色鲜艳的画面上过渡也更加的自然，画面也会更加的耐看。XW5000 的第二个绝活就是索尼这次用上了 X1 Ultimate 芯片，可以看一下，相比往期的产品啊，直接让 XW5000 的宣传页多了2页。最大的差别还是芯片上用上了 Ultimate， 特立魅彩升级了 Pro， 然后取消了 3D。不要小看这个芯片啊，这款 X1 Ultimate 芯片就是专门给自家60多万的最新款旗舰 GTZ 380研发的。关注 OLED 电视的应该都知道，各家旗舰买的都是 LG 的 OLED 面板。索尼的电视地位之所以这么突出，主要还是在芯片算法上的差异。索尼在画质算法上研发了20多年，拥有强大完善的数据库。X1 Ultimate 也内置了双数据库处理，一个数据库有助于减少屏幕的噪点，另一个提高分辨率，实时增强画面的质量，还让 XW5000 同时新增了这么多的功能，通过分析和增强屏幕上的每个对象都实时单独显示。这个技术好像是我买的那台65寸索尼旗舰电视上的，那也让 XW5000 看起来会非常有电视的感觉。XW5000 的动态 HDR 增强也非常的优秀，相当于内置了几个 MUD-VR 档位，那至少没有像其他产品高一点的 HDR 档位完全是一个失真，日常不会考虑用的状态。体验下来，画面过亮的部分会有一点丢失细节。镜头方面也是索尼的专长，一般的投影采用的都是42毫米直径4片式镀膜成像规格的镜头。拿镜头造价最高、售价20万的 N11811来说，采用的镜头是100毫米直径的18片式镀膜规格，而70、80、98采用的都是65毫米17片式镀膜成像的规格。产品的售价在5万到10几万左右。XW5000 的镜头采用的是70毫米18片式镀膜成像的规格，产品的售价在4万元左右。即使是高质量的镜头，投射出来的画面角落也会出现模糊现象。
官方宣称这是一款造价更贵、更豪华的 ACF 非球面玻璃镜头，拥有更多的聚焦元件，并且扩宽了焦点区域。再加上索尼的又一个绝活技术真实创作，可以在不增加数字噪点的前提下提供敏锐的画面质量。聚焦优化功能可以对画面的边缘预先进行补偿和优化，最大程度将镜片边缘的相差降到最低。这也是为什么每一个看到 XW5000 的用户都非常惊艳它的锐度。比较遗憾的是 XW5000 没有电动镜头，还把其中的一片主镜头更换为了树脂，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全玻璃镜头。我猜测应该还是为了区分高低端型号做出的妥协。即使是这样，这个清晰度和平滑度也非常的夸张，你很难相信是在这个价位上能买到的产品。这里其实也有一个误区，在画质上，树脂和玻璃其实没有好坏之分，几十块能造出来树脂，也能造出来玻璃。万元的镜头大多都是玻璃的，但也不全是玻璃的。镜头的好坏实际看的还是造价和规格。不管怎么说，你再怎么嫌弃它不是全玻璃，但你不能否认的是，这个镜头就是这个价位你能买到的直径最大和造价规格都最高的镜头。对比度方面，依旧是 LCOS 的绝活。我们关闭电影黑色职业里的动态控制 ，XW5000 的开关对比度为12533，黑色画面亮度排行榜排名第3名。XW5000 搭载了双重对比度控制功能，可以根据每个场景的亮度进行动态调整。这台机器的动态范围全开，你就能看到真正的无限比例。色域方面，通过卡满测试 ，HDR 模式的 P3 覆盖只有77%左右。那官方宣传是在95%，论坛实测是在92%，媒体实测是在85%。我猜测，因为色彩是受特立魅彩 Pro 功能优化的，通过算法实时缩扩色调和亮度，以还原最自然的颜色。这个功能又不能手动控制，所以不同人测出来的结果也会不同。这些主要还是提供给你参考，颜色的好坏看的还是实际成像的效果。XW5000 的每种模式的色准也都非常的夸张，每台出厂都会做监视器电影级别的校准，到手就可以获得一个极佳的画质体验。为什么很多人都不建议以色域的大小去选择机器？应该以自己的眼睛去收获，而不是一味追求数据上的安心。即使是色域色准一样的产品，也都会有不同的颜色风格。索尼的风格就像它模式的名字一样，非常的舒适耐看。那这两个画面，你更追求数据还是实际的效果？色域和色准并不完全决定色彩的亮度和实际视觉的质量，就像很多100P3的产品，大部分使用者都不会开启宽色域一样。游戏方面，国产是接口不限制，芯片限制120帧；索尼是芯片不限制，接口限制，也属于是双向奔赴了。作为一个资深的游戏党，我还是想要说一句，游戏投影我也用过非常多了，像目前少数支持真 2.1 接口的98、77、12000，以及延迟极低的明基 X3000、优派 GK6 等等。其中 GVC 我用的时间最长，120帧也激活过，但放眼我所有玩的游戏中，只有2个支持120帧，其中瑞奇与叮当开启120后还会降低画质，加上 AV 回音壁等中间设备还不一定支持 2.1。比如说我去年买的三星的旗舰回音壁 Q950A， 直到今年的旗舰才有 2.1 接口，所以大部分时候这个120帧都是在吃灰的，除非你去接 PC。但投影仪连接电脑，就像你听有人说电脑连接电视打游戏一样，相对还是冷门了一点。作为过来人，还是建议你在是否能完美发挥120帧这里慎重考虑一下，不要让噱头大于了使用，起码对我来说是这样。那目前我最常用的游戏投影就是 XW5000， 数据上来看，它的延迟确实不是最优秀的，即使是实测数据也有20多毫秒的延迟了，和宣传7毫秒的专业游戏投影真的是要差上很多。但在我实际上手后，和其他的产品完完全全就是2个不同的手感。首先，它非常适合我最爱的 Switch， 虽然分辨率只有 1080p， 并且不支持 HDR， 即使在 X1 芯片的加持下，也达不到 4K 的分辨率，但还是能明显感觉到非常惊艳的锐度。战神地平线玩起来后，我都直呼离谱，那感觉手柄都轻了很多，跟手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夸张。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在投影仪上有这样的感受。我猜测一方面可能索尼的实际延迟确实要比其他产品低很多，或者是因为这台投影仪
因为不支持，强行不让我使用任何的画面校正。原生 4K 的像素因为不需要位移，画面的响应流畅度和细致度也会更好。那还有一种原因就是 XW5000 的游戏模式对自家的 PS5 确实有特殊加成，比如说索尼就有一个 IMAX 增强模式，在看迪士尼家的 IMAX 片源时，该模式也会自动的开启，可以让你拥有更好的饱和度和真实感。这台机器仿佛是充满了黑科技，上手后真的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惊喜。激光光源优势的宣传放到今年，感觉都已经快要烂大街了，和其他卖点比起来，简直就不值一提。噪音方面也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很多人认为激光光源的投影开机就一定很快，噪音就一定很小。那这台机器的开机速度可能稍微会让你有些失望，那速度仅仅比灯泡机好了那么一点点，包括遥控器的灵敏度也和手动调整一样难用，会让你有些觉得这台机器真的是傻傻的。那好在基本上这些也都只要调整一次，而且这台机器的外观也没有做得很大，无论是做工还是颜值我都非常的喜欢，相比上一代轻了 35%， 尺寸也小了 30%， 对于我这种租房党简直不要太友好。这都是在亮度没有缩水的前提下，而且支持垂直70度和水平15度的手动位移，以及 1.6 倍的光学变焦。最逆天的一点，它在变小变轻的同时，噪音也做到了极致。XW5000 在半米位置的最大噪音也只有36 dB 左右。注意，这是在亮度比别人都高，并且是功耗全开的前提下。那隔壁激光机我平时都不敢开满功耗，噪音真的受不了。不要认为激光机噪音就一定小，想想大体积的巴可、科氏，还要单独给机器做隔音，产品越大反而是为了更大的散热。这个投射比也需要注意。那很多人都会表示非常的不友好，但对我这种多环境并且用过放大镜头和短焦镜头超过1年的用户，反而认为专业的产品设计这个投射比不是没有原因的。比如说100寸这里，我认为在3米左右才是我的一个最佳观影距离，那视觉和尺寸都会得到一个更好的体验，而且也不会头晕。尤其是游戏用户无脑追求大的，别怪我没有提醒你。最后我们再对产品的优缺点做一个总结。那优点1， XW5000 作为最便宜的原生 4K 投影机，这点就让无数人无法拒绝。优点2， XW5000 拥有索尼豪华版的镜头，以及索尼最旗舰的 X1 终极版芯片。优点3， XW5000 拥有优秀的监视器级别的出厂校准，独特耐看的画面风格，以及特立魅彩 Pro 和出色的色彩亮度。优点4，采用 LCOS 路线的3片式 SXRD 芯片，拥有夸张的对比度、动态表现和暗部细节。优点5，拥有很多特殊加成，索尼信仰加成、X1 芯片加成、PS5 特殊设置加成、IMAX 片源加成等等。缺点1，开机速度相对其他产品较慢，操作速度、握手速度也较慢。缺点2，非原生 DCI 4K 加上没有电动镜头，那这两个就像是一套组合拳。有多目需求的没有电动镜头基本上也不会买，没多目需求的基本上也用不到 DCI 分辨率。那这个时候 7% 的亮度收益也会更高一些。那缺点3，没有 HDMI 2.1， 没有 EARC。那目前我 GVC 和索尼的 EARC 都是通过 VR Room 解决的，并且还可以让投影仪支持杜比世界。那 VR Room 也基本上属于是发烧友必备了，内置了非常多的功能，比如说 MUD VR 以及 Karman 的数据可以直接输入进去，避免了在机器上复杂的设置。没 HDMI 2.1 也稍微会有一点伤。目前我个人还是认为在游戏上低延迟的应用场景会更广，能应用在所有的游戏上，但还是希望下一代产品能够加入 HDMI 2.1 接口，至少你也能获得一个更快的握手速度。缺点4， SXRD 虽然也是 LCOS 衍生出来的技术，对比度也已经远超大部分投影，开关对比度也可以达到惊人的无限比1。我看下来，暗部细节和 HDR 算法也都没有网传的问题，在光亮以及大部分环境画面下，索尼也几乎没有对手，但在 ADL 对比度上还是要比 DILA 技术的 GVC 弱一些。那这点你应该是要知晓的，尤其是极端暗场景的画面最为明显，所以在没有极限黑化的房间中， XW5000 的性价比也会显得更加的极致。XW5000 不是我手里最贵的产品，但的确是我评价优点最多，也是视频时长最长的一款产品，相比其他产品真的是已经超级加倍了。尤其是在体验了众多产品后， XW5000 还可以给我带来这么多的惊喜。作为一个爱好者，还是希望能和你分享这款产品带给我的喜悦。虽说是一台原生 4K 入门机，但相比大部分抖 4K 旗舰还是要强上很多。原生 4K 是 XW5000 的卖点，但不是唯一的卖点。独特的技术、镜头、光源、芯片的下放以及价格，
才是让 XW5000成为性价比神器的原因。OK，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你有什么看法，也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里交流。视频爆肝了半个月，眼睛还刚做完了手术，如果对你有所帮助，可以给我一个一键3连。那么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